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约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片我为大家分享了一家之前在10月25号就为大家分析过的公司 MSC。那如今，正如我们预测一样，业绩破新高，股价破新高。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回去观看哦。那今天，小片我将会为大家分享一家相信是非常多人都期待已久的 IPO 公司，分析他们的前景和他们 IPO 之后的发展。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家 IPO 公司，相信对于有去超市的朋友们，应该对他们的产品都不陌生，尤其是他们的酸奶和各种口味的牛奶，更是别具一格。那相信大家都应该猜到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家公司了吧？没有错，就是 Farm Fresh。那进入他们的上市细节之前，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他们的公司结构。那 Farm Fresh Berhad 的前身其实是在2010年3月24日在马来西亚由 Lloyd 端一创立的 The Holstein Milk Company Sdn Bhd， 而在5月24日的时候，公司才改名为 Farm Fresh Sdn Bhd， 然后直到2021年9月，他们才申请为上市公司，并正式改名为 Farm Fresh Berhad。那他们是一家综合奶牛养殖业者，旗下一共有9家子公司，其中就包括 Farm Fresh Milk Sdn Bhd、Gem Organics、Holstein Dairy、Sedang Dairy and Holstein Selama Dairy、THMC Malaysia、Farm Fresh Milk Hong Kong、THMC Australia and Golden Valley Creamery、AFS Dairy Company 和 Henry Jones Food。而他们的业务就包括了饲养奶羊和奶牛、种植业、生产羊奶和牛奶、制造其他乳制品和水牛原奶、利用奶牛和水牛生产原料奶、制造水果酱汁、发展奶牛育种和他们自己的产品营销和销售。那他们在全马各大城市目前是拥有38间 Farm Fresh Mart 来进行产品的分销，而他们也通过超过800家的经销商，也就是可以理解为类似微商的模式经销，以及超过1300位代理人把 Farm Fresh 产品带到全马各地。其中的产品就包括冷藏即饮牛奶、Chilled RTD Milk、超高温处理牛奶、UHT Milk、酸奶、Yogurt、植物奶、Plant-based Milk、果酱以及调味料 Fruit Jam and Sauce。那他们目前在马来西亚一共是经营着6家农场，并拥有大约8633只母牛，最高还能够放置到9650只，然后全部农场的面积大约是5400英亩。那至于加工方面，他们在马来西亚是一共拥有2家加工厂，分别位于 Larkin 和 Muazzam Shah， 而澳洲则是拥有一家位于 Kyabram 的工厂。那全部加起来一共有18条生产线。那目前他们估计他们马来西亚的2家加工厂一年的产能将会是接近137个 million liter 的乳制成品，分别是 Muazzam Shah 工厂贡献的74.2个 million liter 和 Larkin 工厂贡献的62.8个 million liter。那 IPO 之后，他们将会再次扩大产能，也就是扩张Muazzam Shah 工厂和新建多4家工厂，这将会把他们的年产能提高到一年201个 million liter， 也就是大约再增加46%的产能。此外，他们也将会在新工厂开始制造冰淇淋产品，并且预计建设完成后将可以生产每年3.2个 million 公斤的冰淇淋。那说完了他们的产能，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在马来西亚乳制品市场的地位。那首先，他们的冷藏即饮牛奶业务在2021年的首9个月，在大马市场是排名第2的公司，占据了大马18%的市场份额。那排在第1位的就是 Dutch Lady， 占据了38%的市场份额。那至于他们的酸奶，则是在大马市场排名第3，占据了大马11%的市场份额。那排在第1位的是 Lactalis， 占据了39%的市场份额，其次则是 Malaysia Milk， 占据了13%。那至于他们的客户分布，主要的5大客户一共占据了他们31.5%的总收入，而其中的2家最著名的就是 Lotus， 也就是 Tesco 的前身，和 Aeon， 分别贡献了12.3% 和4.3% 的总收入，而且也保持了9年的客户关系。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收入地区分布，基本上可以断定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本土大马，在2021年3个季度一共贡献了217个 million， 也就是大约84% 的收入来源。那其次就有澳洲、新加坡和文莱，分别贡献了11.4%、3.8% 和0.1%。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核心业务收入分布，首先就是冷藏即饮牛奶 Chilled RTD Milk 贡献了最多的收入，高达224.4个 million， 也就是大约总收入的45.7%。之后就是超高温处理饮品 UHT， 贡献了150.8个 million， 也就是大约30.7% 的总收入。至于酸奶 Yogurt 也占了他们总收入的10%。那如果对比他们2019年的收入分布，我们可以看到
到2020年和2021年他们的超高温处理荧屏 UHD 是快速的成长，从2019年的12个 million 收入提升到了2021年的150个 million。之后还有就是在2020年才贡献收入的果酱，也是从2020年的7.5个 million 收入上升到了2021年的27.9个 million 收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断扩张他们的产品种类是个非常好的策略。那介绍完了他们公司的业务，我们就开始来讲解他们这一次的 IPO 股票发售。这一次的 IPO 发售价格是每股1令吉35仙。FunFresh 一共会发售他们如今公司的48%股份份额，也就是743 million 张股票，其中28% 520个 million 张股票将会来自现有股东出售，而剩下的12% 222.9 million 张股票，这将会是新发售的股票。那我们先来看他们现有股东售卖的28% 股票，那其中的3.5% 将会直接向贸工部MIDI 批准的土著投资者公开发售，然后其他的24.5%这将会公开出售给其他本地和外国投资者与指定投资者。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他们12% 新发行的股票，首先0.1、0.4和0.5的新发行股将会由公司的董事、符合资格的员工和对公司有贡献的人士获得。之后9%这将会又是发放给贸工部MIDI 批准的土著投资者，然后剩下的最后2%这将会拿出来给散户抽签，还要分为土著和非土著各1%。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真正落到散户手中的票是少之又少，基本上是一票难求。那他们到底会把这些新发售的股票筹到的钱花到哪里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一次的 IPO， 他们将抽的300.9个 million。那首先呢140个 million 46.5%， 他们将会在马来西亚建设新的厂房、乳牛场以及加工设备。之后他们将会用60个 million， 也就是19.9%扩展在澳洲的厂房，然后再用40个 million， 也就是13.3%扩展大马地区以外的业务发展。之后剩下的60.7个 million 20.3%这将会用在营运资金和上市费用上。那从这一项 IPO 的资金使用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健康的，基本上都是用在扩张方面。那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未来前景。那根据他们在 IPO Prospectus 中指出，他们在未来将要扩大在马来西亚的价值链的能力，并表示将会努力通过上游产能的扩张去维持以及扩大在市场上的地位，同时也会提高营运效率以及深化经销商网络。其中的方式就是在太平霹雳建立一个828英亩的农场，预计可容纳3100头牛，然后就是扩展与建设摩阿扎沙以及拉金的生产线，并在 UPM 农场以及太平农场建设新的加工设备。此外，他们也表示大马奶粉市场的规模非常乐观，并会在2022年第一个季度计划推出奶粉产品，然后就是向大马以外的地区进行区域扩张，其中就是计划扩增在澳洲开任加工厂的产能，以便能配合大马和新加坡的业务增长，以及拓展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领境市场，像是印尼和菲律宾。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未来的扩张计划是非常的乐观。那说完了他们 IPO 的事情，我们就必须来看看他们的估值了，到底如今1令吉35仙的每股股价值不值得呢？那根据他们在2021年的税前盈利69个 million 计算，他们的 earning per share 大约是每股3.6 cent，PE 则将会是大约36倍。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看他们的 income statement，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 PBT profit before tax 是只有36个 million， 因为当初是有了一个一次性的税收，所以如果利用36个 million 来计算的话， PE 则将会是高达69倍。那在对比他们同行之前，这里小编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扭转乾坤在3月11号开始一连2个星期16个小时的马股春季研讨会正式开放报名了。在这个研讨会中，我们将会分析马股的17个重大领域与个别公司的季度表现和前景，跟进世界经济大局的走势与影响，并且寻觅潜力公司提前部署，避开高楼，避开雷区。此外，对于加密货币有兴趣的朋友们，这个研讨会也将会附送牛哥4小时的加密货币教学，而且这一个分享会中，我们也有幸请到 DBIH 的2位大老板来做这一次研讨会的特别嘉宾。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动作要快，因为早报名的朋友们将会享有198令吉的优惠价格，而且名额有限。想要报名的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点击扭转乾坤官网的链接报名。如果有什么疑问，也能到我们的 Telegram 账号询问哦。回到正题，那如果对比其他的同行，比如说 Dutch Lady， 但是 Dutch Lady 这一个季度是有一个一次性销售，所以导致盈利暴涨。那如果利用2020年的盈利来计算的话， Dutch Lady 的 PE 是大约在28倍。之后其他的同行 Nestle 是在56倍的 PE， 和
CNN 则是在24倍。所以从这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 Farmfresh 目前的69倍 PE 的确很明显显示他们并不便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他们还是有很大的潜能，不管是本地还是国外，他们都还是在扩张和推出更多的新产品之中，所以应该也对许多投资者而言确实有不小的吸引力。比起他们的同行，很多都已经算是饱满状态，他们更像是成长型公司。而且大马政府也在积极的发展和推动本地的农业活动，像是12大马经济发展计划里就有提到，在5年内把大马打造成 Dairy Valley， 相信这也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有利。此外 Farmfresh 也是大马拥有最多 AFS 品种的乳牛农场，由于它能够生产理想的牛奶以及耐热和抗蜱虫，在热带气候依然能够生产良好的牛奶水平，所以对热带国家而言也是最理想的品种之一。那荧幕前的你们觉得如今 Farmfresh IPO 价格到底属于高估还是低估呢？觉得高估的可以在留言区打上1，觉得低估的请打上2，并在留言区分享您的高见哦。之后我们来统计看看大家都抱有什么样的看法。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